家人们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啊！我是丽姐，超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哈！感谢家人们的订阅哟。要是故事精彩，打赏请丽姐喝茶也成呀。今儿给家人们讲个能把我逗乐又无奈的相亲故事。咱做了10几年红娘，啥奇葩情况没见过，但像今儿要说的这位小芳，那印象真叫一个深刻。小芳呢，38岁，是个在广州3甲医院工作的女医生。说起来，这条件确实不错，年薪50万往上，工作稳稳当当，家里还有套房。长相中等偏上，保养的也还行，就是气质有点强势。她来我这儿登记的时候，一开口就说：“丽姐，我条件这么好，你可得给我介绍最棒的。我要找那种高富帅，起码得比我还优秀。”我听了先是一懵，然后试探着问：“具体想找啥样的呀？”小芳就掰着手指头数起来：第一，身高得180以上；第二，年收入200万起步，最好是企业老板；第三，得有房有车，最好是豪宅豪车；第四，年龄嘛，比我大5岁以内，得有品位，会生活。我一听就感觉不太对劲，刚想说话，他又补了一句：“丽姐，你可别觉得我要求高，就我这条件，找这样的男人不过分吧？我可是医生哎，娶了我就跟找了个私人医生似的，多划算呀！再说我这么优秀，总不能找个普普通通的吧？”当时我就忍不住想叹气。说实话，做红娘这么多年，像小芳这样的情况见太多了。她们都是事业有成的优秀女性，可在择偶标准上常常就陷入误区了。我试着委婉地说：“小芳啊，你说的这些条件确实都挺不错，但你也得考虑考虑实际情况。现在像你说的这种条件的男士，他们一般……”结果话还没说完，小芳就打断我了：“丽姐，我知道你想说啥，但你得相信这世上优质男人多着呢。我这么优秀，为啥不能找个门当户对的？”看着他那信心满满的样子，我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咋说。作为红娘，我太清楚相亲市场的残酷现实了。可有些话说得太直接怕伤人，说得太委婉又怕起不了作用。不过既然小芳这么坚持，我也只能先按她的要求来。于是我答应说：“行嘞，那我先帮你留意着。但你得有个心理准备，符合这种条件的可能得等挺长时间。”小芳满意的点点头：“没事儿，我不着急，宁缺毋滥嘛。”看着她雄赳赳气昂昂地离开婚介所，我心里就预感到接下来估计得出事儿。果不其然，后来相亲的时候发生了一连串让人哭笑不得的事儿。过了大概1周，嘿，我还真给小芳约到个条件不错的男士。这位叫阿杰，42岁，做外贸生意的，身高183，在广州家里有房有车，年收入也还过得去。虽说年龄稍微大了点，但我觉得可以先让他俩见个面看看。约在周末一家茶餐厅见面。说实话，我一看到小芳踩着12厘米的高跟鞋，穿着一身名牌，还画着精致的妆容出现，就感觉这相亲悬了。果然，一见面小芳就开启她的面试模式。阿杰还没说2句呢，他就直接发问：“你说你做外贸，你公司1年营业额多少？主要做啥产品？利润率大概多少？”阿杰被问得一愣一愣的，但还是挺有耐心的回答了。谁知道小芳又开始第2轮发问：“你说你有房，具体在哪个区？多大平米？装修风格是啥样？车是什么牌子的？”我在旁边看得直跺脚，这哪是相亲呀，简直就是在查户口嘛。阿杰倒是很绅士，一个个问题都回答了。可当他说自己住在番禺，开的是雷克萨斯的时候，我明显看到小芳眉头皱起来了。番禺啊，那边是不是有点偏？雷克萨斯，还凑合吧。小芳的语气一下子就冷下来了。阿杰似乎也察觉到啥，笑着问：“小芳医生，你平时工作肯定特忙吧？做医生确实辛苦。”谁知道这一问，小芳立马来了精神：“那可不，我们医生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。你知道我做一台手术得多久吗？有时候一站就是7、8个小时，动都不能动。我们这职业可专业了，收入也还可以。我觉得找对象就得找个门当户对的，你说对吧？”我瞅见阿杰的脸色开始变了，他放下茶杯，认真地说：“小芳医生，我觉得找对象最重要的是俩人能聊得来，互相理解和欣赏，
你觉得呢？小芳好像压根没听出人家话里的意思。那当然，所以我觉得对方条件也很重要啊。你瞧瞧我这条件，在相亲市场上咋说也算是优质的吧？娶到我那可赚大发了。这话一出口，阿杰的表情瞬间就不对了。他放下茶杯，很礼貌但又很坚定地说：小芳医生，我觉得婚姻可不是做生意，不存在谁赚谁亏这一说，而且你说的对，你条件确实好。但是阿杰停顿了一下，说出了让小芳当场变脸的话。阿杰说，但是相亲又不是应聘工作，也不是谈生意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像我这种条件的男人，要是真想找对象，为啥不找个年轻漂亮、性格温柔的女孩子呢？这话一出来，小芳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。她啪的一拍桌子站起来，你啥意思？你是说我老了？我跟你说，我保养的可好啦，看着顶多30岁好不好？再说了，那些小姑娘能有我这阅历和能力吗？我赶紧打圆场，小芳，阿杰不是这个意思。但阿杰还是很冷静地接着说，我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把婚姻看得太功利了，从见面开始，你就在盘问我经济条件，就好像在相亲市场上，你的职业和收入就是最大的资本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对方也是人，也需要被关心和理解呀？小芳气得直哆嗦，我咋功利了？我这是实事求是。现在这社会找对象不就得门当户对吗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医生啊？眼瞅着场面就要失控，我赶忙打圆场。好了好了，既然聊得不太愉快，那今儿就到这儿吧。阿杰起身，很有风度地说，抱歉，可能是我说话太直接了。祝小芳医生早日找到如意郎君。说完转身就走了。等阿杰走后，小芳整个人都崩溃了，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。丽姐，你说他凭啥这么说我呀？我哪儿不好了？我这条件在你们这儿也算是挺优质的了吧？看着他哭得梨花带雨的样子，我叹了口气，决定跟他说句掏心窝子的话。小芳啊，你别生气，阿姐给你分析分析，你说你条件好，这确实没错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相亲市场上，男人和女人看重的东西不太一样呢？你一直强调你的职业和收入，可说实话，那些条件好的男士，他们真的会特别在意女方收入吗？他们更看重的是一个女人的温柔体贴，是愿意经营家庭的态度，是能给他们心灵安慰的那种特质。再说了，你老说要找个门当户对的，那你想想，人家条件比你好的，为啥非得找个年纪大的呢？你光把自己优势说完了，可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劣势在哪儿呢？看着小芳愣住的表情，我接着说，小芳啊，阿姐跟你说句心里话，年龄其实不是关键问题，关键是你的态度和心态。你每次相亲都带着一种你们得配得上我的心态，这样很容易把人给推开。你瞧瞧你今儿从见面就开始查人家家底，跟验货似的。你说说，要是你是男方，你乐意这样被盘问吗？小芳抽泣着说，那我不应该了解对方条件吗？我摇摇头，了解是应该的，但方式方法很重要。相亲是两个人互相了解的过程，可不是单方面审查。而且物质条件虽然重要，但感情这事儿还得看眼缘，看性格合不合，三观一不一致。再讲句不好听的，现在相亲市场上，像阿杰这样条件的男士，确实更倾向于找年轻点的。这不是说你不好，人家也有选择的权利，对吧？小芳突然抬起头，丽姐，那我是不是就嫁不出去了？我赶紧安慰她，咋会呢？你得调整调整心态，别一上来就把条件提得那么高，也别总觉得自己优秀就非得找个条件顶级的。感情这事儿真的是讲究缘分的。我建议你把择偶范围放宽点，别光盯着所谓的高富帅，得看看人品，看看是不是真心对你好，看看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合得来。年收入不一定要200万，稳定就行，住房不一定要豪宅，住着舒服就行，年龄也别卡那么死，只要是真心喜欢你，差个3-5岁都不是事儿。听我这么一说，小芳好像明白了点啥。丽姐，我是不是太功利了？我拍拍她的手，知道就好。你得记住，婚姻可不是做生意，找对象更不是挑商品，这是两个人的结合，得互相理解、包容和体谅。我知道你优秀，
但优秀可不是拿来居高临下的资本。以后相亲，你先把心态放平，多跟对方聊聊兴趣爱好、人生理想啥的，慢慢来，别着急。小芳擦了擦眼泪，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家人们，这个故事就讲到这儿啦。其实，在现在这个社会，不管是男是女，找另一半的时候，都得把心态放平，别把物质条件看得太重，也别把自己看得太高。真诚平等地对待每一段可能的缘分，说不定这才是找到真爱的正确姿势呢。好啦，今儿的故事就到这儿。如果觉得精彩，可别忘了给丽姐点赞关注哦。咱们下期再见。